你都说完了？啊，好，那关于技术问题，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不知道黄总是哪年生人啊？别黄总，您就叫我黄晶就行。我33了，虚岁，马上过生日了。33岁，好啊，正是干事业的岁数啊。那黄总是哪所名校毕业的？我不是名校，我是普通理工科大学啊。一毕业就创业了？没有，我本科生，本科毕业了之后，我又考了研究生，硕士读完了，我还想读博士。博士生毕业了之后，我在我一个朋友那儿工作了2年，后来发现不太适合我，我就大概在1年半以前，我就和我几个朋友一起搞了魔豆科技。对，啊，挺好，好。曹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我干投资这么多年，人不可貌相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。可是你今天给我找来这个人，也实在是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了。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？怪咖。对了，我想起来，就是这个词儿。哎呀，江川啊，你也知道，我投项目呢，总是偏爱那些名校毕业、高学历的创始人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学历歧视，而是社会啊。已经帮我们筛选过一轮了，这样我们出错的概率啊就会小很多。你比如说这个丁平山，他就是名校毕业，有大厂工作的经历，个人作风又比较稳健，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帮我们筛选过好几轮的创业者。那再反观这个黄晶，你不觉得差太远了吗？您说的都对。这黄晶不是名校出身，之前也没什么创业的经验。个人没什么魅力不说，一说话还脸红，一着急还结巴，确实有点怪。所以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让我放弃所有人都青睐的丁平山，而转投黄晶这个怪咖呀？曹总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有的时候，怪就是财，不怪就是平庸。丁平山和黄晶的这2款游戏，我都亲自试用过了，毫不夸张的讲。黄晶的这款游戏，从内容到游戏感受，比丁平山的这款高出了一大截。所以您管他怪不怪呢？他有才不就完了吗？特别是 VR 游戏的领域，科班出身、名校毕业、有过大厂经历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因为最终让市场和玩家买单的是你的技术和你的产品。你真那么看好他的技术和产品啊？是的。只要黄晶把现有的测试版的技术进一步完善，我们再花点钱做推广，炒热这款游戏，没准儿又是个不出半年就能卖出去的好项目。但是，就这么放弃丁平山，不觉得可惜啊？毕竟，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评判，全景科技都可以算得上是个优质项目。就连王志毅不是也很看好吗？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好丁平山，所以现在全景科技的估值已经很高了。我们出价8000万，只占他们20%的股份。可是黄晶就便宜很多了。而且黄晶比丁平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处。什么？黄晶没什么社会经验，他比老于世故的丁平山容易控制。等我们把公司炒热了要出手的时候，黄晶他翻不起什么浪。要是再来一个钟玉那样的死缠烂打、死咬不放，多麻烦啊！老公，你这回去哪儿啊？广东、广州、深圳、东莞，估计整个要走一圈。哦，那要去几天呢？这可不好说。哎，要么这样吧，你给我少带几条内裤，穿完了没得换了我就回来了。你少来这套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。每次不够穿了，你就出去买新的，到时候带回来我看着还碍眼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所有穿的贴身的东西都得我买，听到了没有？啊，听到了。
我看天气预报说那边不是阴天就是下雨，我给你带盒这个，你要不舒服了自己冲一杯喝啊。哦，行。你们这回都几个人去啊？好几个呢，怎么了？都谁啊？打听那么清楚干嘛？我就是想问问陈亮去不去。他之前不是一直在跟他老婆打离婚官司吗？也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。这我哪知道？这种事儿又不好打听。哎，你看看，人家结婚6年，光这离婚官司就打了2年，也不知道最后这孩子的抚养权会判给谁。是啊，要说离婚这种事儿，到头来就是坑了孩子。我听说是陈亮出轨在先，而且还牵扯到这个女方的赔偿金问题，也不知道这赔偿金最后谈得怎么样。哎，总而言之啊，遇上这种事儿就是麻烦。他还要怎么赔啊？结婚6年一直在家，啊，难不成给他按这个全日制保姆的工资标准再给他结算6年工资啊？哎，对了，广东好多特产都不错，要需要什么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带回来。那边好多煲汤的食材都挺好的。那你就带点瑶柱吧，咱家儿子爱喝冬瓜瑶柱汤。嗯。师哥，喝点水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昨天跟曹总谈得不好，他没同意。他同意了，转投黄晶的魔豆科技。那这不就按照你的思路走了吗？曹总对你言听计从的，你怎么还高兴？曹总怎么会对人言听计从呢？他要的是100倍、1000倍的投资回报率。放弃丁平山，转投黄晶，这是一步险棋。我相当于把自己的未来和信用全都压在黄晶身上了，我压力大。对了，眼下还有一件棘手的事儿呢。你说的是丁平山是吧？好，我等着您。雨涵，哎，怎么了，董总？你去准备一下之前给过丁平山的投资协议，他马上过来找我。丁平山，听说他不是要跟飞虎资本签约了吗？看来是有变化了。他这么急匆匆的来找我，变化应该出在飞虎资本那儿。那个盛江川又搞什么鬼？难不成跟丁平山闹翻了？我不管他怎么样，对手的失误就是我们的机会。快去吧。好嘞。掉头吧，丁平山说不见了，他有事儿。看来这回是彻底得罪丁平山了。没办法，甘蔗哪有2头甜？师哥，我还是有点不懂，咱们干脆就投丁平山不也挺好的？反正这是曹总自己先看好的，失败了你又不担责任，成功了你又能升合伙人，这多稳啊！可你现在这么一折腾，责任全落自己身上了，担这么大风险，值吗？你还是年轻，你以为公司会轻易给你个合伙人吗？你得投出独角兽，拿回让老板满意的回报率才行。全景科技这公司确实不错，但是要想拿回让老板满意的回报率，难。反而是黄晶这种小公司有以小博大的机会，所以，我宁可在魔豆科技身上赌一把。明白了，所谓富贵险中求嘛，是吧？风险投资就是风险越大，
回报越丰厚。你害怕风险，做什么风投啊？董总，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之前谈的价格。我们经过重新核算，把估值进行稍稍调整了一下。稍稍调整一下，我的估值就低了15%。市场本就是瞬息万变的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价格随着供求关系波动也是很合理的。我觉得您应该能够理解。至少我们云山长青是诚意十足，不错，很合理。我自己犯的错误自己认，要是再废话就没意思了。我就知道丁总是个明白人。董总定时间吧，什么时候签协议？随时。又睡了？睡了。我把汤给你端过来啊。喝酒了啊？喝了一点儿。今天签了个大合同，稍稍庆祝了一下。哎呀，这还不到10点呢，儿子就睡了。儿子9点不到就睡了，快6岁了，都快上小学了，必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这看着大人还不觉得，看着孩子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。他刚出生的样子还在眼前呢，怎么突然一下子都上小学了？可不是嘛，时间过得就是快。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在家带他也快5年了。说起他上学，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，可是你最近太忙了。孩子上学有什么问题吗？咱们小区不是有对口的学校吗？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。我在想，等他上学以后，我应该可以重新出去工作，你觉得呢？上学，那不是还需要人接送的吗？送肯定得送，这事儿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可以先送他，再去上班。只是这个接呢，咱们可以找个保姆。你还敢找保姆啊？你忘了5年前发生的事了吗？我没忘，我知道5年前保姆那事儿对你伤害特别大。不用担心啊，我当时就因为保姆这事儿，马上就辞职回家亲自带他。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时过境迁了，情况也不同。咱们儿子长大了，他有独立思维的能力，表达也清晰，保姆不会再欺负他，也欺负不了他了。咱们俩都应该把这个心理障碍给克服了。你想去哪儿工作啊？我想还是回出版社工作，做我的历史类书籍出版。这毕竟是我的专业，是我的兴趣。找保姆呢，1个月至少要6、7千块。孩子还要去上课外班，那就得找个会开车的，价钱又不一样了。钢琴老师上门辅导，每节课多少钱你也是知道的，这些钱加起来多少你算过吗？你说，出版社的工资还不够这些开销吧？你图什么呀？我知道出版社工资并不高，尤其我们这种做历史类书籍出版的更不高。但是我觉得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完全用钱来衡量，对不对？你既然跟我说到价值，那我就以职业的眼光来看啊。你能得到的价值，就是最公正的标尺。其实还不止保姆和辅导班。你说咱们一家子住在这金融街，每个月房贷多少，物业费多少？
停车费多少，日常的开销是多少，这些固定的生活成本你是知道的。你觉得你出版社的收入能满足我们家的需求吗？宇文，我不是不支持你出去工作，我只是觉得出版社那种，说难听点啊，它就是穷折腾的工作，没有什么意义。你想去工作，好，你要么找一个收入高的，要么呢就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，否则你搞得儿子的学习和生活都受影响，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？对吧？先喝汤。盛总，这个估值是不是有点太……我们欣赏你的才华，为你的梦想投资，但你也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嘛。我们这估值啊，公司有一套标准的评估体系，这不是菜市场买大白菜，难道还能讨价还价？不是，可是所谓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，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。你想想，这笔资金到账之后，能解决你多少燃眉之急啊？那是估值多点少点的问题吗？我们是在帮你圆梦。好，这儿还有这儿，签一下这个。盛总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。你说，能不能在公司盈利了以后，拿出股份的20%奖励创业团队？盈利之后是吧？对。好，我答应你，这也算是对创业团队的一种激励。行，那把这条加上，我就能签了。那不行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制式合同，不能改。反正这事儿我知道了。啊，你放心。这个得签一下。这黄金还是嫩啊，要求不写进合同里，那不等于白说吗？当然不能写进合同里了，不是不能奖励创始团队，问题是得看他们后续的表现。说到底，奖励与不奖励得我们说了算。那写进合同里，咱们多被动啊！用不到全景科技1/4的价格买下了魔豆科技40%的股份，这个控股权买得到真是不贵。从丁平山这放弃的，我一定加倍从黄金这儿拿回来。我相信你的判断，也希望结果不要让我失望。还是那句话，头中独角兽就生合伙人。谢谢曹总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先去庆贺一下啊！哦，对了，上次不是说帮你问问那个三山高尔夫俱乐部会籍的事吗？啊，巧了，这2天刚出来一个名额。这是听到我兜里的银子响了。去年项目的分红我刚拿到，还没捂热乎呢。怎么还不想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后边想要的人排着队呢啊！想要就抓紧。我跟人打了招呼了，但是啊，不能留太长时间。明白啊？谢谢曹总。我又不会打高尔夫球，你给我办什么会员卡？就是因为你不会，才得赶紧学起来嘛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学高尔夫，它不光是一项优雅的运动，还能消除腰部的赘肉，塑造身体的线条。另外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现在在做投资，你得拓展你的人脉圈子。这打高尔夫就是最好的拓展人脉的方法。你要拓展你的人脉圈，你就说你要拓展。我是副卡，你是主卡。你发了多少奖金啊？ 60万多。
这汇集卡多划算啊！咱们再添点就行。糖糖，你洗完了吗？啊？多少钱？这个数。你发了多少钱608000。那叫添一点儿啊！咱们家现在房贷压力多大，你不知道是吧？你肯定不知道啊，因为一直是我在管，还有糖糖上学的开销、日常的开销已经非常紧张了。好不容易有一个整数进账，你就不能让我喘一口气儿吗？买什么会员卡？我知道家里也需要用钱，但是咱们得把眼光放得远一点。这办会员卡就属于放长线钓大鱼。你想想，在环境那么优美的地方，打着高尔夫，约着客户，谈着业务，多有面子啊！另外，我跟公司确认过，妈妈来了。除了这个会籍费啊，是我们自己花，我要请客户可以实报实销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，万一哪天我不想打这个高尔夫了，我可以把这卡给卖了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可以卖更高的价格，所以它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啊！你这么想是不是？投资不得量力而行啊？咱们家到那个水平了吗？走了。你这个投资是不是得有时效性？你现在发的这奖金是去年做的项目吧？那你今年做的项目是不是明年才能发？要投资回你们公司投去，咱们家的投资归我管。不是，困难是暂时的，但是收效是长远的。这个三山俱乐部是咱们这儿最好的俱乐部之一，它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，它是会员制，它必须得有老的会员退出来，新的会员才能进去。这回是曹总帮忙打的招呼，所以才有这么一个机会。我跟你讲，这不能等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店了。你这还能赚钱，你就相当于别说话了。哪儿省出来几万块钱呀？你这，哎，这球卡这不等人呢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呀。都说床头打架床尾和，你说这石慧星怎么油盐不进呢？床头打架。这不就好办了吗？啊，哈哈，是不是？卡就成了。你还吓死我了！那你刚才不是在自己房间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妈妈让我睡这儿的。糖糖，你都是大孩子了，你得自己睡啊！哎呀，糖糖洗完澡一直在咳嗽打喷嚏，我要观察一下他感冒了没有，会不会发烧。你进来干嘛呀？我找袜子。你袜子不都在外面吗？啊，那个都没洗，我看看有没有新的。没有，你赶紧回睡觉吧。刚哄睡着，糖糖明天早上还得上学呢。怎么你穿袜子睡觉啊？我穿不，明天穿。明天再找呗。老睡地潮，我这腰不舒服呢。不是你点名要的吗？你快点啊！深更半夜你找什么袜子？妈妈，爸爸怎么还接地气呀？什么时候能接完啊？爸爸已经接完地气了啊！爸爸在那迎财神呢。不睡觉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不给机会。哥，丁平山来了。丁平山，他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上回咱去找他，他都不出现，这回跟董思佳签合同了，他又来找我们，这几个意思？兴师问罪，秋后算账。不
咱们也确实欠人一个解释，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这个办公室。丁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云山长青跟你们的投资协议已经签了，本来我是想当面恭喜您的，但是估计您最近也挺忙。对，最近是特别忙，因为云山长青签约签的仓促，本来投资方是你们，这签约仪式和这庆功宴都安排好了，你们撤资了，所以我们公司上下所有员工必须要有个交代。这件事儿真的非常非常不好意思。我呢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，所以一忙完我就来找你，不是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，我是想知道为什么。对于您和您的团队，我们是非常肯定的。你能不能直接的告诉我，你们转投了哪家公司？这个我也去了解了一下，飞虎资本的曹大人，那是风口必追的。前一段时间抛出了一个什么赛道说嘛，之所以不投我们，只能说明在你们的赛道上找到了更好的赛手。我有点好奇，就是单纯的好奇，我想知道那个更好的赛手到底是谁。咱们这个行业呢没有秘密，你要是不说，我相信我很快就会知道。哎呀，就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叫魔斗科技，可能您都没听说过。魔斗，魔术的魔。哎，对。哦，我记住了。丁总，这个资本天生就是逐利的。啊，不用解释了，我知道你那套水晶球和橡胶球的理论。我丁平山呢，也不是玻璃心的企业家。全景科技呢，也不是任人玩弄的弹球。答案我都知道了，你就不用解释了。山水有相逢。没谈好吗？这大哥怎么拉着脸就出去了？啊？这个橡胶球什么水晶球就给我扔了。干嘛扔啊？扔了，我不要了，快！那我放那，扔了。剩下的就没什么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就看明天现场调配了。咱们努力宣传了这么久，明天路演是第一次跟媒体见面。高经理，我第一次跟项目，也没做过这么大型的活动，您一定帮我盯紧一点。放心吧。刘老师，亲子运动会明天，这